上回书说到，慈善医院莲化清出现，吹动毒熏，控制符师复活。郭德友、丁卯与百具符师混战一团。此时，冯二马也在龙王庙中复活，与顾影、萧兰兰缠斗。一番纠缠，郭丁二人成功逃脱，引爆医院。冯二马也被推入火中焚烧致死。莲化清出面拦路，终与郭丁二人见面。丁卯被莲化清重伤，命悬一线，生死难料。郭德友情急之下点烟变冤，缝合伤口，这才化险为夷。丁卯在医院转醒，德国病毒专家前来看望，解释活尸机理，这才引出来马头定风波、鬼市福冤情、宣传宴生变惊煞王美人。之前为什么不找这个人？如果他真的知道谁是圣童，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去造一个新的圣童，而且还惹出这么多麻烦？不要害怕麻烦，这些麻烦和他比起来都不叫麻烦。这次把他请出来，可能才是最大的麻烦。也许是我之前太乐观，也太谨慎了，以为用不着他。既然现在已经乱成这样了，索性把他请出来，再添些麻烦吧。能够让你觉得麻烦的人，我还真是挺好奇的。好奇有什么意思？要恐惧，他确实值得人恐惧。我说过，进化源于恐惧，它造成了恐慌，也就促成了进化。不是说你想让他出来，他就能出来的。不是都知道人在哪儿了吗？去请就好了。那个地方密不透风。别一副为难的样子，没指望你。我已经拜托了一个新的朋友，可以帮我这个忙。恭迎少爷回家，欢迎回家。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下去。来，怎么样？你那窟窿长严实了吗？早就缝好了，幸好没伤到内脏，要不我就跟我爸挂一起了。丁会长，恭喜出院。这么客气吗？我也没准备什么，给你来段指甲咒吧。那，走。日出东方一点红，右手持金骑白牛，一声喝断东流水，禁止红门不准流。雪山童子到，雪山童子。走，心里有就行了。我的血早就止住了。你俩要是不忙，留下一起吃饭。不忙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那不留你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哎，吃饭这种事儿，怎么能少了一个人呢？郭德友呢？这是怎么啦？练这么一会儿就不练啦？哟，不舒服啦？你就让我清静清静。你不说就当我不知道啦。是这儿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挺好的。我还不知道你，不就是因为郭德有那个挨千刀的吗？哟，哎呦，哎呀，是不是郭德友怎么着你了？嘘，
家说。哎呀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着你啦？我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。哎呦喂，我的个大天儿哎！我以为他怎么着你了。我这不是担心他吗？师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当然是正大光明的进来的。你这叫正大光明吗？师哥来看望你，犯不着惊动下人迎来送往的。还看望我？我出院的时候你怎么不来？这不是来了吗？怎么样？好利索了没？早好了。这主要还得得益于我精准的缝合。你最近干嘛去了？顾影不是一直在找你吗？看你现在这情况，龙王庙你也是不准备回去了吧？算是吧。我现在已经完全接管商会了。长脸呀！漕运商会的会长是我师弟。那你呢？一个人住在庙里啊？要不搬这儿来？算了，你这深宅大院的我也住不惯，我还是替师傅守着那1亩3分地儿吧。谁知道哪天他自己就回去了呢？师傅还没消息啊？没有。那魔古道呢？没进来。不管怎么说，魔古道和莲化清好不容易被我们逼出了这么大的动作，我们得继续往下查清楚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借我点钱。借钱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还了接着借，借了接着还。干什么呀？花。借多少？你有多少？你借多少，我有多少。敞亮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300，那借条都已经打好了。停！哎，赶紧给王小姐披上。美人啊，导演，你刚刚在水里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他救你上来之前。就是无助、恐惧、万念俱灰。我没有感觉到。如果我感觉不到，观众肯定也感觉不到。再来！来，先暖暖身子。谢谢。演的实在太好了。常老板妙赞了。导演还不够满意呢。他这属于鸡蛋里挑骨头。我跟你说啊，落水的戏就这一场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他安排。身为演员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磨蹭什么呢？准备好了吗？见。国爷，您怎么进来的？正大光明，怎么
有事吗？啊，码头上出了点乱子，我带兄弟们看一眼去。你要有事儿就找猴子，他就在门房候着呢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小事儿，有点小纠纷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别呀，你刚好没2天，去码头又该受风了，歇歇吧，少爷。没事儿，正好去码头看看兄弟们。哎，怎么还没走啊？啊！哎，你们到底是干嘛的？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一次了吗？赶紧滚！干嘛呢？一个个都干嘛呢？大老远就听你们在这儿吵吵，要不要紧呐？哎，那个不是那个。副队长，您可算来了。我们在这码头上拍戏，可是拿了肖秘书长的指示，3番5次的给我们找麻烦，我还拍不拍了？我不管什么市政府，肖秘书没跟我们丁会长打过招呼，什么都别想干。杨老板，成，唐老板，要不这样，今天啊你们先走，我让他们丁会长亲自给您道个歉。不可能，我这戏都拍了一半了，后边怎么接？损失谁来担？哼，怎么着，还不走了？你们要再不走，可别怪我们要动手了啊！想干嘛？当着警察的面撒野是吧？啊！先听我说。丁会长，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来，怎么了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上海来的杨老板，这苍老板，他们呢想今天借用你们码头这个地界呢拍个电影，给我个面子吧，啊，行个风，好吧？具体的你们聊，行不行？丁会长，常某人初来乍到，不太懂规矩，之前只是跟上面打了招呼，不知道还要向地面指挥一下。这事儿是我们不对，可是我们这戏都拍了一半了，希望丁会长行个方便，回头我好好感谢您。这工人都停工了。哼，你也看到了，因为你们拍电影，我们的工人啊都把手里活放下了。这再耽误下去，可能今天吃饭就成问题了。我们这都拍了一半了，误工的钱我们补给兄弟们，就请丁会长您能高抬贵手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是规矩和制度。那您总不能让我们现在就收了吧？副队长啊，这么大一个码头，啊，难道就是他漕运商会一个人的？我还说海河是我们家的呢。你们沟通吧。常老板是吧？我不知道海河是不是你们家的，可是这个码头是我们漕运商会的，听见了吗？哎，这海河啊，既不是你常老板的，也不是你丁会长的，不过跟我郭德友倒是挺亲的。哎，这有哪位啊？哎，小柯森。兄弟们抬举了。常老板，以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大家都这么僵着，你觉得你这电影能拍得了吗？丁会长，就算他们连人带家伙事儿全都撤了，这半天的光景也就没了，到时候这码头上的活儿怕也是耽误了吧？你又有什么办法了？这江湖道义讲究的是大家互相抬一手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咱没必要伤了和气。漕运商会家大业大，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功夫。人家电影既然已经拍了一半了，丁会长，你就大大方方的让人家把电影给拍完喽。到时候啊，人家在电影海报上写上“鸣谢漕运商会”的字样，这多敞亮啊！行，让他们拍完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多谢多谢，这不是个规矩啊！就这一次啊！多谢丁会长，那就请兄弟们都散了吧。散了吧！哎，这不就成了吗？是吧？别耽误人家拍电影啊！走了吧！苍老板，你们这电影里面要有嘛正义警察之类的角色，傅某义不容辞啊！好。之前我们不知道要和地面打招呼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替剧组给丁会长道个歉。好说。感谢您替我们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难题，辛苦小河神了。客气，叫我德友就行。这也算是缘分嘛。既然认识了，就都是朋友。过2天在聚华大饭店有电影宣传的晚宴，
不知道丁会长和小河神愿不愿意赏面参加？这个去啊，当然去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能不能拍了？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他。那你找他不就得了吗？可是他躲着我呀。他也管你借钱了？借什么钱啊？就是他今天来，管我借了点钱。开什么玩笑？他找你借钱？对啊，就今天。这就是我说的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太不对劲儿了。怎么个不对劲儿法？以你们俩之间的关系，郭二哥如果想要钱，他肯定会找一切名目把钱给骗过来。就你这脑子，给了钱估计还得谢谢他吧？你骂人不带脏字儿是吧？如果他要是找你借钱，那这事儿就太不正常了。有便宜不占，就不是我郭二哥。那倒也是，今天大明星王美人邀请他参加晚宴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大明星？一脸花痴的样子。哟，管爷，您来啦。管爷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消息那么值钱。来，给管爷把灯长上。管爷，您来这边请。你就是那不惜命的后生啊！开门见真人，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想知道什么，你也清楚。莲化清，想当年这小子装腔作势，把我骗得好苦啊！我还真以为他是我们丐帮的兄弟。他还当过叫花子。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身上还带着病，你说他不要饭他怎么活呀？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孩子有点不对劲儿。后来有一天我在山上看到一条蛇，忽然想起来了，那双眼睛瞪着你，像蛇一样。有一种人天生就是杀星，据说他爹失心疯被他亲手给杀了。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没有印象了，多少年了？那你再给我说说魔古道的事吧。魔古道有一个秘密，一般教徒都不知道。什么秘密？传经人。传经人？麻烦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？自己在那儿逍遥自在的，知不知道有人在担心你、惦记你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不确定他跟小浑身透露了多少，总之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说人话了。还是晚了一步，辛苦了。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娘，我出去一下。给我老实待着，
待会儿去跟我做场法事。一会儿你就自己去吧，我去趟漕运商会。哎，丫头，最近那漕运商会去的挺勤呐，也不是你见天跑龙王庙的时候了。也对，郭德友那小子，除了会下水摸王八以外，他还会啥？那穷的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响。我倒是觉得人家丁会长啊，不光人长得漂亮，还特别的稳重。丫头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啊？有钱难买我乐意，我乐意。哎呀，郭德友啊，郭德友，你说你给我们下了什么药了？这是？仙姑，损了点吧？你对我闺女怎么样，你心里最清楚，卖都是轻的。应该的，只要您老顺心就行。要不，您再打我2下出出气。有事没？没事，滚！我这不是为了查我师傅的下落吗？昨儿刚去那鬼市，打听到一个人，刚打听到一个线索，人就死了。死了？当着我的面死的。怎么死的？啊，这样子的一根绳，前面拴了一个重物，给打死了。神仙锁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了？王美人的晚宴，郭二哥一定会去吗？你都说了，郭德友有便宜肯定占啊。那你把我也带去。倒是也可以。那可以是行还是不行啊？行。真行？行，没问题。还是你最好了。少爷，萧小姐来了。林少爷，顾小姐也在啊？哎，我在呢，占她个便宜。萧小姐，萧小姐请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听说漕运商会要赞助王美人的新电影，觉得这是一个新闻点，所以特地来找丁会长了解一下情况。赞助？这应该是个误会吧？误会？我只是同意他们在我们码头拍电影而已，其实算不上新闻，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既然萧小姐已经来了，那我还要请萧小姐帮我一个忙。这金批彩卦的门道，仙姑您比我了解的深，要不您给我说道说道。状元红内部试饮装，专门从酒窖给您拿过来的，这在市面上可喝不着。神锁是什么粗细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从天而降，可也没见着人在上面。绳索大概有这么粗，前面拴的应该是个金属圆球。错不了，就是皇家的神仙锁。不过这种法子一般门徒使不了。现在皇家的掌门传人是个小辈儿，好像叫黄衣锁。好了，怎么样？感觉有点别扭。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，连体裤。
怎么上厕所呢？你要去参加这样的晚宴啊，必须要穿这个衣服的，不然门口的守卫不放你进去的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这儿都露着呢。要不你再试一下这个外套？哎，我太累了，我不试了。好累。你到时候啊，再配上这个帽子，搭配起来很好看的，相信我。这个渔网是干嘛的呀？网有这么密，连个鱼苗都不放过，让不知道的人以为我顶了个绝户网就出门了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小时候我和官儿哥，我们俩就喜欢偷偷在那个桥底下下那个绝户网，什么小虾米呀、小河蟹呀，青梅竹马真好。小时候一起长大，长大了不讲义气。你们俩怎么啦？他不愿见你啊？一天到晚躲着我呗。我想你一定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吧？小的时候，某一天你妈妈发现你不见了，她就特别着急，她怕你被别人拐跑了，或者是掉河里了，她就满天京城的找你。结果呢，你只不过是在什么地方睡着了。哈哈哈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呀，就是太在乎他，所以才会觉得他是故意的。男人嘛，你表现得越在乎他，他就会越觉得自己有成就感，觉得自己不可或缺。所以女人就应该像水一样循序渐进，占据主动。还有一点就是不能着急，你一着急了就什么都乱了。下回请您喝酒。我真没酒了。我没说喝酒。老实说，为什么总是躲着我们家姑爷？我以为仙姑明白。你也得说明白呀。魔古道这么凶险，我师父又生死未卜，这趟浑水这么难趟，我不愿意其他人陷入危险，尤其是顾影。西洋戏就是电影，这戏啊，说是大得很，全国都有名，还有名角，叫王美人的。因为这戏啊，讲的是咱天津戏法大师的故事，所以特意请当家的去做什么技术顾问。在整个天津卫啊，就我们皇家独一份儿。这晚宴呢，就是为了做宣传准备的。黄大当家啊，还要在上面助兴表演，所以一早就出去了。走，那边看看。吃点吧。吃吧。我不吃。我来过这儿，贵。这是宴会，客人不用花钱的。有便宜不占穷三样，有白食不吃饿够呛。你带他来干嘛？我自己要来的不行啊。这种地方是你该来的吗？看你穿戴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你呢？穿个王八盖子婶儿的衣服就出来晃悠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这衣服我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就是你的呀。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提前？
找你借一身衣服还跟我提钱是吧？果然是无商不奸呀！哦，你跟我提钱是吧？你借我那么多钱干什么去了？孤儿哥，你最近到底在干嘛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蘑菇到现在闹得这么厉害，丁卯肚子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好，郭伯伯失踪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不管你，还有人管你吗？现在整个天津城还有太平的地方吗？行，我不管你，你以后死在哪儿我都不管你。哎，顾影，这么晚回去，你妈给你留饭吗？饿一晚上吗？睡得着觉吗？睡不好觉你就印堂发黑、唇干舌燥的。你妈又要说你元神涣散、房有不遇，万事不顺、灾劫难免，不给你饭吃，不让你出门。你现在嚷我一顿，转身就走，面子是有了，气是散了，接下来换的可是你好几天的不痛快。这笔账你算得明白吗？我今天来，是找皇家掌门黄一所问几件事儿的，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忙完了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路上，去老陈家喝个羊汤。喝羊汤得赶早喝，大晚上的。咱去石板坡吃臭豆腐吧。行啊。来。哦，我那边还有几个熟人。郭先生、丁会长，两位都这么捧场，我真是没想到。王小姐既然都亲自邀请了，我们当然得来。您就是萧秘书长家的千金吧？王小姐幸会，经报记者萧兰兰。这位是？顾影，道教研究专家。南有上海滩，北有天津卫，九河下哨天津卫，3道浮桥2道关。南门外叫海光寺，北门外叫北大关。南门里是教军场，鼓楼炮台造中间，3个垛子4尊炮，黄牌电车去海关。没想到我居然背下来了，其实我带着小抄呢。感谢各位今天赏脸参加我们电影《大河恋曲》的发布晚宴，你们的出席就是对于这部电影最大的支持。各位想必都看过魔术，那是西洋的东西，起源于古埃及，在全世界都风靡。但是在咱们这儿也有传统绝艺——古彩戏法，戏法包罗万象。除了西方魔术的部分以外，还需要具有气功、杂技、缩骨柔术等等硬桥硬马的真功夫。让我们有请真正的戏法大师，也是当今金门彩门第一人黄一所黄大师。我们的电影《大河恋曲》讲的就是一个身在咱们天津海河边的傻孩子，如何通过勤学苦练和贵人的扶持，一步一步努力成为天津戏法大家的故事。我们幸运地请到了黄大师来担任技术顾问，如果没有他的帮助，这部电影必定会漏洞百出，贻笑大方。那么接下来有请黄大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。先生，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，顺便再记紧点。错不了，就是皇家的神仙锁。哎，没问题了。谢谢。
上回书说到，丁卯痊愈，郭德友行踪诡秘，举止异常。趁丁卯出院，偷入漕运商会向丁卯借钱。此时，漕运码头工人与电影剧组发生冲突，郭德友随丁卯到码头调解，结识了影星王美人，并应邀参加宣传晚宴。郭德友再闯鬼市，重金搜购魔古道情报。就在即将吐露消息之时，血光崩现，知情人被飞索击杀，凶器疑似江湖秘传之计神仙索。郭德友、丁卯雇影肖兰兰盛装出席电影宣传晚宴，影星王美人与戏法大师黄一所一同表演魔术。郭德友对王美人欣赏有加，故影不悦。不料想案件突发，黄一所众目睽睽之下，已然是吊死在舞台之上。众人轰散，王美人昏迷。引出来，美人遭劫，小神婆遇险，探冤情，一进皇府，二公子登报要约战凶完。看我的！你干嘛去？桂英，桂英，桂英！走，快点！别看了，快点，小队，往外冲，快点！别挤，快点的！别看了，我们走！快点！姑娘，怎么样？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应该不是被击晕的。能不能送医院呢？不用，我看看能不能唤醒他。不是，以顾影的体格，想让他晕过去没这么容易啊！我说了，他不是被击晕的，应该是受到了什么惊吓。他胆子比驴还大，死个人不至于把他吓成这样。顾影，队长，这个放哪儿啊？你们干嘛呢？吓洋洋嘛呢啊？谁让你们割绳子的？
非得把人吊劲儿咱揽，放人进来参观呢？你这是破坏犯罪现场，你知道吗？犯嘛罪了？这就是演出事故。你说这是演出事故？我们第一时间就封锁了整个现场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呢。啊，类似黄一所的，是他们自己携带的演出道具，演砸了，把自己的命也丢了，就那么回事儿。破案。你看见了吗？顾颖已经晕倒了，刚刚他就在后台，这就是很明显的疑点啊！看了吗？看了吗？小神婆都晕了，冲啥了？这是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这聚华大饭店不干净。行，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个案件简单明了，没有任何的可疑之处。你们别给自己找麻烦，也别给警局添麻烦，明白了吗？要点紧啊！下马，收拾完了吃夜宵去啊！好。哎，看热闹怎么还没轰出去呢啊？出去！走了！都给我赶出去！回去，我要回去！王小姐，你不能出去，你是重要的目击证人。放开我！我要回去！王小姐，你回去房间不也就你一个人吗？这里起码还有警察，还有我们。你待在这里，总比你回去要安全吧？这是合谷穴，能够舒筋养脾，消除紧张。平常闲下来的时候，自己也可以按一下。其实呢，还有一个穴位，可以让人瞬间就开心起来。要不要试一下？在你的鼻尖儿，像这样。有没有开心一点？一会儿警察过来，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。如果你不想回答呢，你可以不用理他们。如果你想说呢，你可以随时跟我说。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。守法朝朝暮暮，强梁夜夜欢歌。损人利己骑马额，政治公平来。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儿多。我到西天问我佛，佛说我也没辙。你干什么？这不醒了吗？费那么大劲儿干嘛？隔夜了。什么？你用隔夜茶泼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他有可能是脑出血或者是脑组织损伤造成的昏迷。你这样强行唤醒，会把他变成植物人的。什么人？就是全身瘫痪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你得照顾他一辈子。丁少爷，你这是在咒我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人抓到了没？什么人？聚华大饭店舞台上面那个人呢？还有别人？我记得我跑上去的时候看到一光头胖子，他冲我撒了一把香粉，之后我就记不得了。但是我迷迷糊糊有个印象，这个光头胖子拎着一个皮箱走了。我们勘察现场的时候没发现别人啊。这么大一个人你们都没有看见？大胖子，光头胖子，必须要抓到他。黄一所的死一定跟他有关。顾小姐，你已经昏迷4个小时了，要不您再睡会儿？睡什么睡啊？抓人呢！印象，这个放里面。好，这个过来，放这边。哟，二位，里边请，请。哎，
攒了这么多家当，人还没享受就没了，这还叫没享受？天天不是酒肆就是青楼的，我要是能跟他一样，死了都值了。这人活着呀，吃多少饭，享多少福，那都是有数的。那福都享完了，老天不得把他带走啊？你们俩别瞎说，人多嘴杂，隔墙有耳。这人都走了，还怕什么？这皇家上上下下心里都清楚，黄老夫人不管，我们也是嫌操心呢。哎，你这个信马在这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干活去？是，这就去。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，我就来干嘛。你也觉得皇家有问题？当然有问题啊！我皇家有什么问题？不妨说来听听看。是啊，你们谁啊？谁啊？刚才我就觉得这个信马有问题。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在下五河捞尸队队长郭德友，这位是漕运商会的会长丁卯，这位是，不重要。擅闯皇家灵堂，究竟有何居心？我们怀疑，贵府的掌门人黄一所是被谋杀的。捞尸队的，管起警局的事情来了。我这位师弟丁卯，他是警局的特别警探，由他来查这个案子，应该是正大光明吧？我们认为黄一所的死有很多疑点。黄老夫人，麻烦问一句：黄一所在江湖上有没有什么仇家呢？我早就说过，他可不会失手的，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玉儿，不知道三位在我家灵堂查出什么线索了吗？我们只是想看看黄一所的尸体，验证一下之前对案件的判断。不过现在证据还不是很充足，如果有适当的……丁警官，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你是说警局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实在的证据，所以诸位才偷偷摸摸的到我家查验尸首？我儿学艺未精，出了意外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我儿尸首，绝不容任何人随意折辱。诸位，请吧。请吧。打扰了。你不是不相信我说的吗？还偷偷跑到人家家里来验尸，还扮成姓马，就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子，能不被人发现吗？好了，你到底查到什么了？是皇家有问题吗？我问你话呢，不是？你为什么背着我们查案？还用问吗？你查案连肚子都被人家剖开了，
你觉得我还会继续带着你这个累赘一起查吗？郭老二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？你插什么嘴啊？遇到凶手连人样子都没记住，还让人家给弄晕过去了。不是说武功了得吗？不是神雕一门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吗？嫌我碍事儿是吧？是。行，我们走。哎哎。 你倒是挺沉得住气啊！想坐多高的椅子，就得有多大的耐性。我只是想快点找到圣童，萧秘书长这边我再想办法，兴许能够提前帮你找到传经人。多管齐下吧，扫除障碍，找出圣童，必须同时进行。我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暴露，你知道我每天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？你不觉得过程是比结果更刺激的事情？看得到结果的过程才叫刺激，否则就是煎熬。我会尽我的全力，帮你弄出传经人。这个传经人也最好真的有本事帮你找到圣童。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互相利用这么浅薄吗？你不觉得你是在参与一场生物淘汰与进化的完美过程吗？前提是我必须要确定我是处于淘汰之外、生存之内的位置。我最讨厌跟无趣的人打交道。让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趣的人，是件很危险的事情。这句话啰嗦了，删掉。好。所谓金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兰兰姐，你接着说呀。就算是江湖中人，哦，他既然干得出你先去整理一下吧，我一会儿再来找你。正大的来找你分胜负呢？您就当登了一则广告，江湖中人争的就是刀头舔血这口气，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既然您执意登报下战书，目的是逼出凶手，不妨冒一点小小的风险。社长有话直说。不如让我们金报为这件事情做一个专栏。如果凶手不在期限内现身，黄二少每天揭露一些江湖秘密。如果凶手真是刀头舔血的江湖中人，他一定会来。这些可是江湖大忌，社长这么做，怕是要把我放在火上烤啊！彩门名家遭人暗算，死因离奇，黄二少替兄报仇，堂堂正正。于理也许有些偏激，于情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。黄二少，您说呢？我得不到你的爱情，像空气里没了氧气，到处都是你的身影。也不知道郭先生爱吃什么，就随便点了些，希望合你胃口。挺好，看着就挺好。看着就能饱吗？那个，这有筷子吗 ？Excuse me， 麻烦你帮我拿双筷子。你别光劝我呀，你也吃。我没胃口。还没休息过来吗？一直睡不着觉。要不我们换一家吃饭吧？没关系。那天，黄大师，他是被绳索勒住脖子窒息而死的，对吗？就像上吊自尽那样。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？那天，你不也在现场吗？可我看到的不是那样。王小姐，你要的筷子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只看到了头，没有身体。对，没有身子。
那会不会是因为你那天受到了惊吓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当时很清醒，之前我也没有喝酒，我也非常确定，绝对不是惊吓过度所产生的幻觉。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，还敢看着这个舞台，就说明我没有事儿。而且当时的画面实在太真实了，一点都不像幻觉。外国的魔术我不太懂，可咱们的戏法，我还是略知一二的。硬功夫手法自然是少不了，再加上障眼的吆喝，当然还要有被动过手脚的家伙事儿，这基本上就能唬住大部分人了。可是如果你想再看一些新鲜的，那就还需要一些稀罕的玩意儿。什么？幻术。幻术？只有江湖上彩门的幻术可以让人真实的感受到幻觉，一般都需要配合药物才能施展。王小姐，江湖险恶似的混了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但戏法演完，幻术自然也就没有了。郭先生的意思是，黄大师在变戏法的时候对我施了幻术？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黄一所当天所演的就是一些普通的西洋魔术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彩门绝活，这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这种级别的戏法犯不着使用幻术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其他人所为。谁？杀害黄一所的凶手。黄大师是被谋杀的。王小姐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，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喂？什么？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就这样。怎么了？肖小姐来电话说，黄家二少爷登报约战，说什么凶手要是不出现的话，他就定期透露江湖秘密。透露什么呀？你先给我透露透露。什么春点暗语，还有什么黑话切口？找死吧！这是，本来就有人想对黄家不利，他哥刚死，再这么一搅和，黄家就完了。你说黄玉是不是被人给利用了？看来我得去一趟黄家了。郭爷，郭爷哟，新炸的炸糕，趁热乎来一个。哎呦，我这今儿个刚吃了牛扒和鳕鱼，我真有点吃不下了。您哪儿过嘴瘾去了？也不想着让我们沾沾光，我这儿买块炸糕，我还惦记着您呢。哎呀，得，你也有心，那就当饭后甜点吧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？黄少爷正在东厢房呢，郭师傅里边请。怎么又在这儿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差点就抓到他了。以你跟他的距离，还隔着一扇门，你怎么可能抓到他？而且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想抓谁呀？怪我了？那怪我了？玉儿，玉儿，少爷，玉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玉儿，快去叫大夫，快点！
你们，玉儿啊，这皇夫人，皇二少追凶心切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但登报宣战实为不妥。我们担心皇二少这样会惹来麻烦，所以才特意前来劝阻。没想到，还真让我们给碰着了。皇夫人，你放心，黄玉没什么大碍，不过是口腔内出血。只是，您现在还认为您儿子是出于意外死的吗？有人已经盯上了皇家，皇家在明，凶手在暗，非常不利。所以，我们想查看一下您儿子的遗体。我们尽早查出凶手，才能还皇家一个太平啊！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也没有挣扎过的痕迹，没有外部打击，确实是窒息而死。从勒痕来看，绳索应该是黄一锁自己绑上去的。你是怎么确定的？如果是别人绑上去的，那么绳结是反的。如果这个人是个左撇子，那么他系的方向就跟自己绑上是一样的。如果是别人绑上去的，为什么黄一锁一点挣扎痕迹都没有？那是因为他在被绑之前就已经晕过去了。我说了，他身上没有外部打击的痕迹。你忘了顾影之前是怎么晕倒的吗？黄一锁完全有可能被人下了迷药，然后再打的绳结。左撇子？怎么了？之前你们说，打伤玉儿的是一个光头胖子。对啊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我亲眼在菊华大饭店看到的。你被迷药迷晕了？有可能。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吴老显，谁？我门下一个弟子，当年因为偷学药术被逐出了师门。那他现在人呢？打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几位在调查凶手，我想单独跟三位聊聊。毕竟我跟凶手有过直接接触，说不定可以提供一些什么线索，帮助丁警官破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哎呀，三位恩公，请受皇玉一拜。皇二少，你太客气了。三位不仅救了我，还愿意留下来帮皇家彻查此案。江湖相助，足见高义啊！嗨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过，此事毕竟是皇门家事。再说家兄死的也不算光彩，还希望三位不要过多干预此事。况且家兄尸骨未寒，三位就在灵堂之上查案拿贼，恍若无事，我黄玉心中实在难受。不如这样吧，等家兄过了北齐，办完白事，我们再找个时日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事情的原委。走之前上炷香吧。死者为大，也是片心意。
少爷，听说您在找人是吗？对啊。您找人，您跟我说一声啊，我让弟兄们给您找去。我要找的这个人呢，不能打草惊蛇，得用江湖的办法来找。那找小河神啊，他那儿这种消息最灵了。少爷，您是不是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咱们商会上面啊？我怎么江湖上的事就得找他郭德友啊？没郭德友我不行是吧？据说这个人呐，学艺的时候还挺用功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被逐出了师门。后来跑到城郊卖过一段时间药汤，这个人就有点神道了。这个做买卖呀，从来不吆喝，你说这生意能好得了吗？而且他卖的这个药汤啊，跟别人的还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吃了以后啊，都说晚上会做噩梦，还有小孩吃了呀会发癔症，爬起来瞎跑，叫都叫不醒。哎呀，后来呢？后来就没有人敢买他的药汤了，吃不饱饭，这人也就没在城郊住着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这我哪知道？我来这儿不就问你这个来了吗？对呀，我要知道我就告诉你了呀。我这钱可都给你了呀，你来跟我打听的是不是吴老仙？是啊，我说了半天，是不是说的吴老仙？是啊，那你这钱花的不冤枉啊？所以请他问出金马驹来，我已经打探出来了。这个吴老显啊，怪得很，自己平时住在郊外的草甸里，种花又种草，很少在城里露面。我问你的是吴老显人在哪里，不是问你他之前是干什么的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银沟河上游有片芦苇地，我姨父啊在那儿有乡，前些日子啊倒是见过他，说是自己啊在那儿开了块地，也不知道种的是什么。他呀可比以前更神道了，不过他呢还是那个样，特扎眼，看一眼就忘不掉。狗爷，是不是？管他要！少装阴兵吓唬人了，折寿！让你给我多嘴！哎，你慢点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一脚深一脚浅。大少爷，你要是不愿意来，你赶紧回。你这生什么气呢你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因为郭德友吧？我揍你啊！我就是搞不懂你们两个，掐一阵好一阵的，有意思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，到底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因为那个戏子。什么戏子啊？拍电影的那个。哦，王小姐是吧？就这事儿啊？这事儿，姑奶奶我跟她没完。那到头来，你不还是得帮郭德友吗？叫帮兵，你要听言，你拦住思江问国号，你手扶安桥问家园。小影，你小心点儿，你可别把我给烧着了。你放心，我还指望你长大以后娶我呢。进去，快进去。仙姑我不住北来不住南，不住水来不住山，你要问我是哪一个啊？我本是和仙姑下凡来。我妈是个爱贪便宜的人，
可是他从来不欠别人的，因为他说，只要是欠了就得加倍的还。不过我偏偏又欠了别人的。后来我妈说，那个人是个人贩子，幸好有郭二哥在。不过从那以后，他就对我怪怪的，好像心里边隔着点什么东西。被子凌乱，床单褶皱，黄二少爷应该当时在床上睡觉，而不休息。记住写休息，别写睡觉啊。嗯。然后犯人突然闯入，惊醒了黄二少。二人就在这个位置开始了缠斗。您看这桌子倒下的位置，面儿朝外，腿儿冲里，很显然这就是黄二少爷为了阻挡凶手，咣叽推倒的。可以看出来啊，当时打斗非常的激烈。只可惜啊，犯人过于歹毒，再加上黄二少本来就有伤在身啊，施展不出他的超群武艺，所以还是被犯人从这扇门带走了。大家可能会问，那犯人是怎么进入这个房间的呢？他是从这扇门进来的吗？回答是不是的。且看这个门栓，完好无损呐。这时候，你们可能会惊讶了，难不成是黄二少爷自己把门打开的？犯人跟黄二少爷认识，所以放松了警惕吗？非也。窗栓破坏，所以说这扇窗户是被人从外面反向强行推开，也就是说犯人是从窗户闯进来的，惊醒了黄二少，两人打斗在一起，黄二少落败，犯人把黄二少爷从这扇大门直接带走，推理完毕。队长，没跟上，你说慢点。要点紧，再来一遍。非也，窗栓破坏，所以说这扇窗户是被人从外面反向强行推开，也就是说犯人从窗户闯进来的。惊醒了黄二少爷，两人打斗在了一起，黄二少爷落败。犯人把黄二少爷从这扇大门带走了。推理完毕。好，太精彩了。哎呀，黄老夫人，真没想到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就把这个案子了解的七七八八了。相信过不了多大功夫，我就能把犯人抓住，救出黄二少爷。副队长，之前丁探长和小河神已经来过了，他们推断出是我黄家逆徒吴老显先杀害了我大儿子，又打伤了我的小儿子，这次肯定也是他绑走了我的玉儿。这两个臭不要脸的！没错，其实我自己呢也早就有怀疑，这个吴马显的有重大嫌疑。现在时机正好，我正准备展开抓捕这个马文老显的计划。黄老夫人，您放心，傅某一定把这个吴老给绳之以法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黄老夫人，这个犯人凶险，蔡门的江湖手段，怕是副队长不太了解。这吴老显曾经是我黄家门徒，我不能眼看着我的两个儿子都毁在他手上。